在很多人的清单里，加州1号公路是公路旅行的终极浪漫。可如果你顺着1号公路一路向北，会发现它在北加州的深山里突然向内陆退缩了。这不是因为人们失去了探索的欲望，而是因为这里的国王山脉 King Range 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，陡然从太平洋里拔地而起。地质结构太破碎，太不稳定，公路根本没法在山里立足。加州1号公路北段最终被迫彻底改到内陆，与101号国道合并。原本计划中的这片荒野峭壁就此从版图上被剥离，在地图上留下了一块长达上百英里的缺口。海岸线上的社区也随之加速流失人口，这片区域因此得名 Lost Coast 失落海岸。大自然以它最初的方式呼吸，用狂风和海雾吞噬着旧时代的遗迹，拒绝着每一寸柏油路的入侵。它是地理上的断层，更是时间里的孤岛。这次我将会带着你深入这片失落海岸，探索加州最原始、最不被驯服的土地之一。上一期结束了红山国家公园的探索后，我继续南下，路过 Eureka 南边的 Ferndale 小镇，进入 Matteau Road。这是一条大坡度起伏的窄山路，风景却美得惊人。路两边的土地大多归历史悠久的牧场家族和土地信托所有，才保住了这片原生态的牧场和野生林地。这里没有商业开发的痕迹，只有满山遍野随风起伏的草浪，和悬崖外深邃的太平洋交织在一起，一瞬间竟让我有种回到了猫一岛 Rotohana 南端海岸线的错觉。顺着盘山路继续南下，我进入了 Petrolia 小镇。进出这里只有 Matteau Road 一条路，两个方向都要开小2个小时的车，才能找到比较靠谱的补给小镇。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偏远小镇，核心设施掰着手指都能数完：一个很难买到生鲜食材的便利店，一个偶尔断供且油价贵得离谱的加油站，一个志愿火警和急救合一的服务站，再加一个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的学校。不过令我意外的是，或许就像它的名字 Petrolia 暗示的那样，这里竟然藏着加州历史上的第一口油井。美国乃至全世界现代石油工业的起点，公认是1859年宾夕法尼亚州打出的 Drake Well 商业油井。很难想象，那还是一个连太平洋铁路都没有贯通的年代。可 Drake 油井出油才过了短短6年，就有一群投机者跨越整个北美大陆，跑到加州最西端这片鸟不拉屎、连路都没有的失落海岸，硬生生钻出了加州的第一口油井。顺着 Matteau River 一路向西到达海边，今晚就准备在道路尽头那片海岸上的 BLM 营地过夜。每年6月底，加州内陆的酷暑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热空腔，把北太平洋冷冽的高压气流疯狂吸进来，给沿海地区带来极度狂暴的大风。本想着早点安营扎寨，好利用下午的阳光在营地周围转转，没想到刚到失落海岸的第一天，这里就结结实实给我上了一节地理课。昨晚的狂风到后半夜才稍微平息，清晨的失落海岸难得宁静祥和。我收拾好车，从营地出发，去探索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灯塔。随着上午内陆气温升高，海风又开始渐渐起势，把北加标志性的浓厚晨雾一角瞬间化开成翻涌的云浪。走过一段颠簸的小土路，我来到了道路尽头，一片紧贴着绝壁的草甸台地。晨雾刚散，中午的大风还没起势，趁着这段宝贵的窗口期，我赶紧拍下这片失落海岸最极致的视觉馈赠。狂风随后快速降临，我收拾好背包，准备徒步到 Punta Gorda 灯塔一探究竟。这是一座建于1912年、只有8米高的混凝土矮塔，但在它建成之前，从1899到1907年的8年间，这段海岸已经吞没了8艘船。美国灯塔局向国会申请拨款，前后拖了近20年，直到1907年哥伦比亚号客轮在浓雾里与另一艘船相撞，87人遇难，国会才终于批了预算。我是真的没想到啊，在这个谷底悬崖下边还能看见房子。看地图上，这个房子的主人应该是叫 Ryan McBarry， 不知道念的是不是对的。上面写着私人领地，不让越界。那我们在门口这看一眼吧。还有柴火，一个小木屋，一些浮漂，里边还有个小房子，犄角旮旯竟然还有人住，我天！建成之后，守灯员的日子堪比流放。一到冬天，洪水就彻底切断了进出的野路，哪怕是夏天，买趟补给也得骑马跋涉，往返36公里去 Petrolia。据说这儿曾经有一匹叫老比尔的马，服役了整整30年，驮人、驮货、拉车，
一直干到1951年灯塔关闭，才被卖给 Ferndale 的一位女士。39年的运营里，1923年发生过一次7.2级的地震，震裂了守灯员宿舍的地基，灯塔里用来旋转镜片的水银也洒了一地。到了1950年，海岸警卫队来做最后的观战评估。1951年正式关闭，改用海面上的一个浮标示警。土地随后转交给了 BLM 土地管理局，很快就有人搬进守灯员的房子里免费蹭住。BLM 得知后，干脆在1970年一把火烧了这些建筑。现在留下来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：一座矮塔，一间小库房，2-3片地基。这片海岸用了大概160年，从杀人的暗礁变成了海豹的晒太阳场。当你进一步去了解北向海豹的历史，你会发现这里藏着一个更黑色的幽默。19世纪，人们为了提炼灯油和精密机械用的润滑油，把北向海豹捕杀到几乎灭绝。到1892年，这个物种一度被认为已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。直到那一年，人们才在墨西哥外海的一座偏僻小岛上找到了最后的幸存者，数量可能只剩20头上下。而真正讽刺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。那支被派去记录这个物种的科学考察队，为了留下标本，当场又猎杀了其中的好几头，差点让保存历史的举动变成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真正救下他们的，不是现代石油工业带来的科技替代，不是迟到的法律保护，而是一样几乎抹除了这片失落海岸上人类痕迹的东西，那就是极致的孤立。那座小岛太偏，太难抵达，剩下的10几20头海豹在没有人注意的角落里悄悄挺了过来。直到几十年后，法律终于开始保护它们，种群才从谷底一路爬回20万头。如今100多年过去，失落海岸狂暴的妖风吹散了 Petrolia 石油佬的发财梦，吹灭了灯塔里的微光，而那群被人类逼到灭绝边缘的海豹，却从那座偏僻的小岛一路游了回来，在人类留下的废墟前悠然自得地繁衍、换毛、晒太阳。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的征服欲终究只是这段漫长的海岸线上的一段小插曲。告别了灯塔和海豹，我回到车上，准备沿着 Mattole Road 往内陆山区走，去找今晚的营地。刚开出沙滩没多久，我不经意往左边一瞥，就看到了一个极其诡异的画面。就从 Mattole River Valley 出来，我找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一个挂在树上的皮卡。这辆皮卡据说是当地一位老先生的杰作，他在 Mattole 这个荒凉的地方当了快40年的社区医生。深山里的岔路太多，每次有朋友打电话问路，他给出的指引永远是一句模糊的话：顺着土路开，看到一辆皮卡和树，那就是我家的车道了。告别了这辆诡异的皮卡，我继续上路寻找今晚的营地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失落海岸这么偏这么荒，应该是露营佬的天堂，但现实恰恰相反，正因为这里足够与世隔绝，反而吸引了大量向往自给自足、渴望极度孤立生活的人。这片看似无主的原始森林，其实早就被划分成了大大小小的私人领地。北加州到处都是保护区和州立公园，想在这儿找一片没开发过的免费野营地，简直是地狱难度。今天我十分幸运，一番寻找后，在悬崖边找到了一片能俯瞰太平洋的 public land。下一期我会继续向南，穿过大名鼎鼎的 Utah Road，完成整段失落海岸的穿越。我们下期再见。